接下来关注南海。5号，菲律宾派出2艘船只，企图向非法坐滩仁爱礁的军舰运送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中方采取了相应的执法措施。中国海警局连续2天向国际社会澄清，介绍了仁爱礁事件的真实完整过程。中方敦促菲律宾拖走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原状。而此时美方出来搬弄是非，还威胁称或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值得警惕。中国海警局6号公开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8月5号，菲2艘运补船和2艘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实施必要管控，对非搭载违规建材的船只进行了拦阻。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侵权活动。不过，菲方对于中方的劝阻无动于衷，还借机炒作。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武装部队称，中国海警8月5号在南沙仁爱礁海域对菲方向仁爱礁坐滩军舰运送轮换人员和补给物资的船只进行拦阻，并使用水炮攻击，违反了国际法。菲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对此，中国海警微信公众号7号发布新闻发言人就仁爱礁问题答记者问，全面介绍菲律宾在仁爱礁坐滩军舰事件缘由，并敦促菲律宾从仁爱礁拖走坐滩军舰。发言人称，仁爱礁历来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1999年，菲方1艘军舰在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当即提出严正交涉，菲方多次明确承诺拖走坐滩军舰。但24年过去了，菲方不但未拖走该军舰，还企图对其大规模维修加固，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占领。菲方此举严重侵犯中方主权，违背了自身承诺，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敦促菲律宾从仁爱礁拖走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的原状。同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菲方向坐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做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但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以人员轮换和运送生活物资为名，持续夹带大量建筑物资上舰。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菲方表达严正关切，建议双方就如何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商谈，但菲方对此拒不呼应。最近获悉菲方将对仁爱礁开展新一轮运补后，中方在多个层级利用多个渠道向菲方提出交涉，要求菲方不得擅自派船只闯入仁爱礁，不得向坐滩军舰运送用于大规模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8月5号，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仍执意派出2艘船只擅自闯入仁爱礁海域，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企图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中国海警船依法予以拦阻，并采取了警示性执法措施。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为避免直接拦阻出现碰撞，使用水炮实施警示，现场操作专业克制，无可非议。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杰认为，针对此前外媒有关炒作，中方以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主动介绍仁爱礁事件真实完整的过程，有利于国际社会用更全面的视角和冷静的态度看待事件。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个起因来说，是因为菲律宾方面它这个等于是加固这个岛礁，那它这个是具有挑衅的行为。第二点才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才要进行这个通过这种水炮，我们说的很清楚，这种水炮改变它的航线，而会避免双方这个船只发生进一步的碰撞，因为船只碰撞可能会引发的事件，这个事态会更严峻一点。中国海警局还表示，中方在仁爱礁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同时再次呼吁菲方接受中方建议，通过商谈探讨管控仁爱礁局势的具体措施。所以我觉得这个把整个这个事件完整的曝光，实际上是也有利于双方采取更冷静的态度来处理这个事件。那实际上在高度关注下，那么如果能够加强一些对话，能够形成一些共识，进行危机管理的话，才有可能使这个局面得到控制。实际上，类似的事件在6月份也曾经发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当时称，2艘菲律宾巡逻舰在南海海域遭中国海警船阻扰，还炒作称中方的正常执法十分危险。
但事后看来，这起事件似乎并不是孤立的，因为美方很快就插手了。美国国务院当时故意发声明颠倒黑白，称中方行为直接威胁到地区和平与稳定。这一次，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声明挑衅称，美方支持菲方合法海洋活动，还声称对菲海警的武装攻击将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国务院罔顾事实，为菲方非法挑衅行为站台背书，中方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怂恿支持菲律宾维修加固仁爱礁坐滩军舰，甚至派军机军舰在海上配合支持菲方，并动辄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威胁中方。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利用南海问题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事实上，南海过去曾陷入纷争，在美方的挑唆下，曾发生南海仲裁案闹剧。但在中国和菲律宾等沿岸国的共同努力下，南海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成为友谊之海、繁荣之海。但美方不甘心，不断搅浑水。据菲律宾星报8月5号报道，非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总干事乔纳森·马拉亚称，菲律宾计划在今年底前与美国在南海开展联合巡逻行动。外界还注意到，今年2月，美国和菲律宾同意在菲增设4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至此，美国可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多达9个。4月初，菲律宾公布了这4个新增军事基地的地点，其中3个面向台海，最近距离台湾岛仅400公里，一个靠近南沙群岛。美方意图不言而喻。在这些基地接纳美军之后的5月3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应邀访问美国，期间美方安排他到访五角大楼。美菲双方表示将通过扩大军事演习的范围、规模和复杂性，加强防卫联盟关系。张杰就提醒，美菲未来的南海联合巡逻，如果用于为菲律宾在仁爱礁的坐滩军舰补给保驾护航，将增加中方维权难度，也加大中国与美菲船只发生摩擦的可能性。让美国的干涉为菲律宾打气撑腰，那菲律宾过去他实际上是不太敢和中国的船只直接这样对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他本身采取的一些动作，他就会具有一些冒险性的行为。所以实际上这个有一个拱火的这个作用在里边。今年以来，美菲加强军事合作趋势明显，两国举行了史上双方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参演总兵力多达1.7万人。日益强化的美菲军事合作引发了非民众对菲律宾成为战场的恐惧，也有许多非政界人士对马克思的亲美立场表达不满。前总统杜特尔特警告称，马克思同意美国扩大进入菲律宾军事基地，可能导致战争一触即发。菲律宾国内现已有9个美军基地，未来可能会增加更多。如果美国利用这些军事设施部署导弹及核武器，菲律宾的和平与发展将会被牺牲，而战争等灾难性后果可能导致菲律宾沦为墓地。那实际上美菲之间是有个利益的交换。那么美国的目标是什么？实际上是，如果我要对中国的这个台海问题形成一种战略威慑的话，那它需要有很多的前沿基地部署。那么菲律宾这三个基地，实际上对于美国未来在部署整个台海问题上的军事部署，它还是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的。那实际上作为这种交换，实际上美国是进一步的明确要加强对菲律宾这个南海上的一些这个帮助啊，或者说加强整个对菲律宾国防现代化的一个帮助。